请看。我们结婚10几年了，一直我为这个家承担了很多事，真的很累。别人家都是男人当家做主，我们家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我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我觉得太压抑了。他有什么好压抑的？我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他还觉得我强势，觉得我管得太多，我才觉得委屈了。我希望他能改变，真的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来，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郑40岁，来自湖南，出租汽车司机；女嘉宾小东38岁，来自湖南，服装店店主。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要来的？我要来的。为什么？觉得生活在家里太压抑了，没得一点地位啊。有什么好压抑的？家里面什么大小事都是我在承担，我还委屈了。哦，大小事他在承担。我给你们总结了一些事儿，因为结婚10几年，对不对？咱要都说开了，那时间就海了去了。我一件一件的事儿问，好不好？好了。说你们家买房子，但是欠着外债，你不同意，他一定要做，是吧？后来这房子买了吗？买了，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他一个人去买的。我们现在小孩也还小，需要用钱，而且我们在那边做那个生意，刚开始在那边做生意嘛，亲戚帮助我们借了一点钱给我们做这个生意。欠了他们的钱还没有完，这种情况绝对不能买这个房子。我是为了小孩以后生活条件好一些吧。现在小孩还小吧，欠了外账可以慢慢还呀，是吧？你觉得委屈是吧？我觉得委屈。我说的话做的事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去年我还没开出租车之前他跟他一个表哥聊天，他说我正在跑一个业务，需要2个人结合，一天能够赚个1000多块钱吗？哇！他听到就是觉得好像，那好啊，那你就带我老公去做也行啊。他就马上打电话，他说，我给你找到一个好事了，你马上回来。我说，那我这边这个事情还没完成啊，要10多天啊。他说那不行了，人家在家里等你嘞。后面我回来就是我问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做那个业务，需要一台车子没办法，又买了一个新车。买了个新车，我们在外面跑了一个来回啊，回了大概半个月，并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啊，一天能赚好多钱啊。后面这个事也没去跑了，现在那个车子耽误在家里面，现在卖也要亏几万块钱了。你还说那个车子，别人买个车子一天都能够赚个好几百块钱，你什么事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你什么事都不做。我想到你半年了，在家里没什么事，给你找个事。我也不愿意去买个车呀，我想给你找点事做呀。等于这生意又完蛋了。生意完蛋了。车现在趴在家里了。车子也耽搁在家里面。卖也现在要亏几万块钱。你是觉得他强势，他是觉得你懒惰，是这意思吧？对，他做什么事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从来没有个什么长期稳定的工作做过。他所说的3天打鱼2天的晒网，我做的事情就是不固定，这里有事做我到这里做了，明天那里做就那里做了。或者后天没事做，那我就在家里玩。但是我每个月的工资比上班就是差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就是3、5千块钱，也就是说，上班一样，3、5千块钱，就这样的。您这个上面是服装店店主是吧？你卖衣服一个月能卖多少？我1年大概10多万吧。说你还想学开公交车呀？学公交车以前我们有2、3个店吧，现在生意不好做，只有1个店了。欠的账越来越多我就想把那个驾照升一下，可以开公交车，有个3、5千块钱一个月，贴补一下家用，然后还有个五险，上个班呀，也只有半天，我生意照样可以做吧。他这个开公交车这个事情呢，他就是觉得好玩好奇，而且他开这个公交车呢，要先期要投资1万多块钱。做什么事不要投资的？我们没读书的，没文化，你做什么事有30、40块钱要2年以后才能够做这个工作，2年以后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去学了吗？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事情，他也每天跟我吵架嘛。好吧，我再问其他的了啊。你们2个谁管家呀？我管家。他这家管得好吗？不行。
不行，太不行了，太不行了。哎，那你咋不管呢？我为了尊重他嘛，就是在我们那边就是有女方当家的这个习惯习惯。他当家好多的方面，真的是，你像他在街上看到什么东西，那个衣服啊、裤子、鞋子啊，看到什么就想买，柜子里面都是1年难得穿2、3天的。哦，那你也不想一下，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也就是2套睡衣，现在条件稍微好一点了。我作为一个老板娘，我肯定要觉得体面一点出去吧，我不买点衣服。你觉得你管家管得咋样？还可以。还可以啊。他说他管钱行，什么东西他要点贵的买，便宜他看都不看。那一次他买了一个什么衣服，那个衣服的上面是毛领的，下面是单的。去太阳的时候毛领就穿起热，如果冷的时候下面是单的，又冷啊。1年就是挂在柜子里面，1年难得穿上几天，花上几千块钱。他就是经常说他赚了的钱他爱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是这个东西你要以家庭为主，是吧？好多的方面他都是那么强势啊。看不出来他强势啊，他做的是强势。哦，你怕他吗？尊重他吧。尊重他啊。你什么事说的不对，难道还要我听你的吧？我做什么事他都认为不对就像去年清明节吧，我就说那你在这里带小孩，在这里我就一个人回家，那你多给点钱啊。他说那我给你来回车费就行了嘛。我回去好不容易回去，他1年回去1次，有个亲戚朋友啊在一起啊，打点小牌呀，吃点饭呀，都需要钱，他就给来回的车费。那我说那不行，他说不行你就不要回去了嘛。你这样说，后面回去我又向我那个朋友又借了点钱。你不知道家里什么条件呀？给车费给烟钱就够了呗。我等一下你拿多了钱，我知道你回去干嘛去啊？等一下你跟别人女人搞暧昧去了呢？不，你怎么那么不信任他呀？我回去过他有过一次，我肯定不会信任的吧？他怎么了？他有过一次？对呀，他每天24小时都是跟别人打电话聊天小孩有一点事了，找个人都找不到。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跟他解释了无数遍次我们绝对是没什么事，是正常的生意上的来往我们性格比较合得来嘛，就是说聊一些家庭上面的事情，他就跟我打一些电话。就是有一次可能打了1个多小时，他刚好就找我嘛，那个电话你还有一次那个清单我都打出来了，还有一次。不，多少年以前的事儿？7、8年前，他就紧纠结这个事情不放，有什么事情他都好像对你就不放心那个事之后，他什么事好像就受他的监视跟踪一样。还跟踪啊？你在哪里跟朋友吃过饭他要打电话，打好多的电话呀什么的。听明白了，都在他掌控之中你去干嘛去？你去约别人吃饭去？那个事情也就是说我跟他有一点生意上的往来。行，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有时候我会给他帮点忙，他就说要请我吃个饭。听明白了，我就怕他多心。那这么多客户就怎么就是他一个女的跟你有这么多？今天有事，明天有事，还24小时都有事呢？是吧？这事咱们不说了，7、8年前了这个自从你发现那起事件之后，后来他还算老实吧？后面好一点点，但是后面我也不会给多了钱给你，因为他没有好多钱吧？他怎么去？明白了，就是你拿住了他的钱，你认为他没了钱，他就坏不起来了，是吧？从那个事之后，他就是什么都怀疑你。其实我跟那个人也没什么，是没什么，你后悔不？他只是多心。对。我再打个比喻给你听嘛，我是在跑出租车嘛，我隔壁一个邻居，他就是想下午要用车，他刚好有碰到他，他说，你把你老公的电话留给我了，我下午要找你老公用车。他怎么说的？那你留我的电话咯，我再告诉我老公，再告诉你，也叫他过来接你咯。我们都是个邻居，是吧？人家向你要个电话，你都这么多心听明白了。一开始夫妻感情还挺好的，男的呢还做点生意，结果女的发现好像丈夫跟某一位女客户来往过密，从那儿开始之后，老婆开始管钱管家里的事儿。为了证明我跟那个女的
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女的还去叫了我，叫了她，还叫了旁边有个我的朋友啊，在一起就是说，在一起单独说了这个事情啊。你老爸住院了，你怎么知道要我去借钱呢？你跟别人关系那么好，你自己去借钱去啊！哦，好，就不吵了。还打个电话要我去娘家借钱来跟你爸住院，你管个什么事吧？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老婆还是在意这老公的，不在意你爱干嘛干嘛，是吧？也不管了，对不对？他就是这么强势，我说什么他跟你受苦的时候自己怎么不说呢？结婚的时候饭都没得吃。你心里还有这个男人吗？说句实话。有。啊？有。对，没有就不会那么管，连邻居你都监视。你心里还有这个女人吗？他那个时候刚开始他说的跟我。你心里还有这个女人吗？你告诉我啊。有。但是你对她的做法实在是看不上，是吧？有蛮多的事情。行，听明白了，听明白了。我相信老师们也听得比较明白了，帮他们分析分析，看看应该怎么把这些结给解掉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大哥，只有2招可以解决你的困局：一，不给我自由，我就跟你离婚，怎么样？我从来没考虑过，以前吵架的时候，他总是说离婚。哦，你都从来没说过。哎，这男人多好啊！离婚这条道走不通了啊！还有一条道，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他不是不给我钱吗？我挣。每一对夫妻都有自己的生活模式，有的人就是男强女弱，你们家反过来，女的强势，对吧？所以你们俩之间的模式就是你们俩性格决定的。你已经被管束7、8年了，现在给你自由，你老婆不管你，你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你知道吗？你说不定又干出一些什么错事来。我看的真的，你们俩这种模式应该继续。你呢，就踏踏实实做好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加倍努力的工作，享受被管的幸福就很好。你们俩肯定是分不开的，这是一个大前提。在大前提之下呢，女士，你得做出一些调整。首先，第一，你心里是不信任他的，2方面，一方面是在关系上，你怕他会有什么花肠子，这不信任；另一方面，在他的能力方面不信任。而你呢，典型的做得多，想得少，听风就是雨，人一说什么，哎，好就做了，非但自己不过脑子呀，也不跟老公商量，因为你不信任他，你觉得没用，所以你会累。你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这个家里着想的，你心里的家里责任感是非常强的。但是你基于你对他不信任，结果你在前头跑得快。他呢，第一呢能力是有限，第二一个呢还真是爱你，挺踏实，结果呢就被你拽着跑吧，自己很狼狈。现在呢就是里外他都没面子。虽然你们在一定程度上在这种关系已经形成了，但是一定得有一个度。在你这个大前提之下，你给他一些自由，给他一些尊严的话，他一定会加倍的爱你。况且你身上有很多缺点他是可以给你弥补的，就比如说你不过脑子，很冲动，你做事很冲动，花钱你可能经济上你做的也不太好，但他可以，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心思可能还是蛮缜密的人，有些事情他会想得多，做得少。你们俩在这方面如果能多沟通，多聊一聊，你们俩综合一下，可能能做出点有前途的事儿呢。这是你们俩性格上的互补，很好的互补。而这位大哥呀，我觉得你是挺压抑的，但是爱老婆，爱这个家，对吗？你甘心受压抑，但是在某些方面的确是尊严上受到了很大的挫伤。所以给你的建议就是多在自己的工作能力上下功夫。在工作方面，如果你能赢得了你老婆的信任，就可以换来尊重，好吗？各自改自己的那点不足，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还挺好，互补。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涂老师，在场上你们至始至终所有的对话都没有那种咬着后槽牙的那种咒骂的感觉，好像还是彼此顾及对方的面子。好的婚姻恰恰是有问题、有矛盾，却怎么也打不散、离不开。但是确实，男人需要面子，
如果可以给，就给一点。你再怎么瞧不起他不能挣钱，再怎么看上他在道德上不单纯，但你毕竟还是要跟他在一起。那既然要在一起，就寻求解决方式。更何况，其实据你刚才对于自己家庭的财产描述，说还欠着那么多外债，说明你只是这1、2年才开始好起来的。那么这1、2年才好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你撞上了好时机，又或者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我相信你这个老实巴交的丈夫，在背后也做了很多的努力。要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1年挣10多万。不要抓住他一次的问题就对他咒骂，不要抓住他一次问题就感觉自己了不起。其实把自己的丈夫踩在脚底下，自己脸上其实挺没面子。怕老婆不可怕，我也是怕老婆的。惧内似乎是中国男人的一种优秀传统，古代连皇帝都惧内。你刚才那句话说的很有境界啊，我不是怕他，我是尊重的。那就彼此尊重咯。给他补一点，说点好听的，但是该有问题，该揪住骂，该揪住教育就教育，但是事儿过去了，还是和平共处。祝你们幸福。你还继续这样吗？你觉得对吗？对。不对哈，老师们说的对吧？心里有个坎儿没过去。还都是爱的，不爱也就不在乎了。你爱干嘛干嘛去，对吧？2个人也还都是想把家里的日子过好，对不对？所以他才着急说：“哎呀，你不能这么干，你这个家伙你不懂，我必须这么干，对不对？”怎么办呢？做事慢半拍，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以后在家里就是在当着外人的时候多给他的一些面子，家里的事儿共同商量一下。好好的过吧，好吗？还压抑吗？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你这样，你直接去亲他一下，然后回来你就不压抑了，试一下。去啊，勇敢一点。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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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听听他们能说出什么话来，一起进入黄金60年。老婆，其实从第一天跟你相见的喜欢到我们一次结婚到现在，其实我一直爱着你的，就是在这个钱方面，我们一定要量力而行，要花的有价值。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生意做好。好吧，只要你努力赚钱，我到时候我也改一改我的脾气吧。没了？哎呀，亮灯啊！不让你发火，你还真不会说话了啊！2位请回吧啊！来，请关门，请关门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请开。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来吧，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谢谢。老婆，别着急，我还有一句话要说。要保湿，易背诗啊！来吧，时间给你们吧，我们一起见证吧。老婆，这么多年，其实律师也辛苦你了。你这么多小孩，都是你一个人把他带大，辛苦你了。我爱你。
再亲一个，亲一个。请亮灯啊！